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分区从前面的中心点分到顶点，把两侧分开，然后从顶点呢分到耳后点。好，另外一边呢，同样的从顶点呢分到耳后点，把前后分开。那后部呢，从顶点分到后部的中心点，把左右两侧分开。下一个区呢，我从颈骨以下分到耳上点，轻微上扬的，把上下分开。另外一区呢，斜往上的分区到耳上点，把上下分开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从后部中心开始行一个零层次的技术。那零层次的技术呢，就是按照头发的自然垂落方向，不需要提醒角度。我的梳子呢是平行这个分区线的，因为我要剪一个圆形的切口，所以呢切口呢是轻微上扬的圆形的线条。然后我们定这个长度呢，大概在发际线的3公分以下，因为目标呢是一个短发。那保持了这个剪刀呢往上，那剪到耳后这个地方，还是呢很轻微的这个拉力，然后呢继续呢从后部的这个线条继续上扬的切口。好，剪完这个线条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去一下肋角，往后梳头发，看一下外线呢多出来的这个肋角，把它去掉。那这样子呢，可以包裹现在更好的外线。好，为了更好的控制两边的对称呢，我们在这边呢可以先量一下，预长一点点，先做个记号。然后呢，把这两点呢连接。那这边呢也是一样，根据它头发的自然垂落方向，用梳子来轻微的固定。剪一个也是上扬的切口。好，连接了刚才的这个记号。好，然后呢也是取下肋角，往后梳，把外线呢多出来的长度去除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第二个区呢，我会取一个斜往后的分区。好，可以看一下这个分区是一个斜往后的分区，然后我们利用刚才呢上面这个零层次的长度做我们的引导线，不要把上面的引导线剪掉，因为你剪掉之后就会有缺口，因为呢这个发际线是最高的这个点，所以呢我们提升角度大概45度左右，那用底下的长度呢做我们的引导线。那因为是一个斜往后的分区啊，这个点是高点，这个是低点。那当我剪到最低点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要把角度呢慢慢降低，然后呢再降低一点点。把后部这个零层次的部分呢，稍微磨掉一点点这个角，那这个有一个更好的连接，从堆积中呢都零层次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下一个区平行呢，刚才这个分区呢，慢慢呢斜分区到中间。好，下一片分区一个指位的提升。大概呢还是45度以下一点点，那这个角度没有固定的角度提升，你想要厚重一点的稍微低于45度，那如果你想轻一点，那高于45度，那我们呢想要稍微偏厚重的，因为 A 系列的发型呢都是稍微偏厚重一点，那对准呢刚才的引导线去剪切，那我的站位很重要，因为要站在你要剪的这个分区的前面，然后剪完一点点呢，走一小步，然后呢再稍微降低一点点，
因为这个斜分区呢，不是一个平线，是一个斜线的。这里是一个高点、中心点、低点，然后我们呢就按照不同的位置呢提升我们的角度。那切口呢是保持圆形的切口，那这样子呢才会有一个更好的往后推动的这个效果。所以呢，不要贪心一刀剪的太多，所以呢，我都是一点一点的去剪切，那这个切口呢才会显得更圆润流畅。好，下一片分区呢还是继续平行刚才的分区。那我的站位呢还是站到要剪的顶点这个地方。还是呢一个指位的提升。那梳头发呢，必须要从发根梳的发尾，那均等的拉力。那也是了，不要贪心一刀剪的太多，1、2、3，稍微停，然后呢再梳一下头发，再降低一点点。手指呢也是轻微扭曲，跟这个分区是平行的，平。然后呢，还是跟随这个头型去走。可以看到每一片呢，我的手指都是轻微扭一下，跟分区平行，这样子才能得到一个圆弧形的切口。那到中间这里呢，还是要慢慢提升的，还是比之前的一片呢高一个指位。那这样子呢，你的堆积重量呢才慢慢建立，有一个圆润饱满的这个效果。好，继续呢取平行的分区，继续往上去剪。所以呢，每一片头发呢，先把头发梳顺。那前一片的头发做我的引导线，然后呢，站位也是站回我要剪的这个部分。那还是呢一个指位提升。那如果呢你没有提升一个指位，会怎么样呢？也会出现了一个很重的重量线，移动这个头膜，或是呢如果你是剪真人的时候呢，你的移动你的身体跟随这个头型去走，也是了，手指扭一下，手指跟分区平行的，然后呢再移动头膜。然后把之前剪过的这个切口呢稍微磨圆一点点，那你的切口呢会显得更圆润，那这个堆积的圆形堆积的流向呢会更流畅。好，下一个分区呢继续斜分区。好，用刚才的一片来做引导线，一个指位的提升。对准引导线去剪，1、2、3，停，然后呢，稍微移动你的身体或是移动你的头膜，好，稍微呢降低一点点，继续呢切口呢还是一个圆弧形的切口，我的后部呢也是一个指位的提高。好，最后一片放下来，看一下头发的自然的垂落点。然后之前呢都讲过的，剪三角堆积的时候，因为这王金点这个地方呢，头发的这个流向有可能会逆长。让我们看看头发的流向，按照头发的自然垂落方向带发片，继续再提高一个指位，从前面开始。剪一点点，停一下，移动一下头膜，然后呢，手指呢也是轻微扭曲，跟分区平行，再移动。那所以圆形呢，这个要点呢就是必须要跟随这个头型去走，切口呢也是一个圆弧形的切口。那当你往前带的时候呢，就出现前短、后长。
往后推动。那如果呢偏宽的头型呢，可以把偏宽的头型收窄，有点拉长的这个感觉。好，现在剪另一侧，另一侧呢一样，我们从耳后这边开始取一个斜分区。好，这一区呢，我们也是利用下面的0层次做我们的引导线。然后我们的手呢，控制这个发片呢有点不一样的。那我们呢必须要保持我们的胳膊提高，手指跟分区平行。因为有些时候呢，你的手呢会有惰性，很自然的会垂下来，垂下来呢角度就会很低了，那剪出来就会底线呢这边会重，两边就不对称，所以呢这边呢会比较不顺手的，那你必须要提高你的胳膊。那用刚才下面的0层次长度做引导线，看一下引导线，然后不要把下面的长度剪掉。那切口呢还是一个带偏弧形的切口啊。然后呢，剪完一点点，移动你的身体或是卷一下这个头膜，一样的角度呢会稍微偏低一点点，因为也是一个斜分区，有高点、中点、低点，在低点的地方，你的角度提升还是会偏低。那把下面的0层次呢轻微的磨掉一点点，那这样子呢有一个更好的连接，从堆积连接的这个0层次。好，下一片分区呢，还是斜分区，分到中心点的位置。好，下一片呢，你要站位，站到要剪的这个部分的前面，也是呢，梳头发从发根到发梢均等的拉力，提升角度大概1个指位的提升，用刚才一片做引导线。然后分区呢，你的手指跟分区是平行的。保持了手的胳膊提高，一样的，这个重点就是要跟随这个头型去走，才能剪出来一个弧形的切口。那把之前呢剪过的这个部分呢，稍微把角磨掉。好，因为这边呢是从下刀的，所以呢你的切口呢很容易长出来的，所以每一片呢都把之前剪过的这个切口呢轻微磨掉，才会有一个更圆润的切口，不然你不磨掉这个角，剪到这里呢，很容易会长出来的。所以很多时候剪到两边的一边呢，会容易长出来，因为呢，你的手呢控制你的下刀的位置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。那剪到这里了，中心点连接这边，那把这个角呢轻微磨掉，那就可以得到一个对称的这个圆形的堆积重量的切口。好，下一片继续平行的分区。好，你的身体站位还是回到你的剪切的部分，还是呢1个指位提升，抬高你的胳膊，手指跟分区平行，手指呢往下的，不是平的。如果你的手指偏平的话呢，很容易把这个地方剪短的，那你的堆积呢就突然间平了，不是一个往后推动的切口。所以呢，保持你的手指尖是45度往下分区，你的手指呢平行这个分区。每次下刀呢，都把之前剪过的这个地方把角磨掉。这里多余出来的地方，这里中间把角磨掉。当你每一次都把角磨掉了，你剪出来切口呢就会有一个很圆润的这个斜往后的切口。这个堆积重量呢就有一个很流畅的往后推动的流向。好，下一片继续平行分区。好，越往高点呢，也要注意你的客人的坐姿。如果你的客人坐姿比较高的，或是你的椅子比较高的，你的手很累，很难抬高，可以呢稍微降低你的客人的椅子。所以呢，下一片呢还是1个指位的提升，抬高你的胳膊，从前开始，手指尖45度往地上，然后呢，
移动你的身体，或是呢移动这个头膜。点到中间这个地方呢，看一下，从中间这个点呢，来去连接，磨掉之前剪过的这个角。所以每一片提升一个指位，你的堆积重量呢就会偏柔和。那很多时候呢，很多设计师剪完之后都很厚重，有一个很明显的重量线，因为呢你没有每一片一个指位提升，这个也是一个重点。剪堆积重量的时候，要多注意一下你的提升角度，还有呢你的站位，往往呢会影响堆积重量最终的这个效果。好，剪到黄金点这个地方呢，要留意一下你的客人的这个头发的流向。因为有些时候有些旋会弹起来的，那我们要按照头发的流向去梳头发。如果呢这个旋比较厉害的，你可以用宽梳去梳头发，这样子要更轻的拉力。剪完了之后就不会回弹的很厉害，就不会在一些堆积重量呢，会有些时候呢你不小心用太大的拉力在这个旋的地方去剪，剪完之后它回弹，这个堆积重量呢就会有去掉的这个感觉。在中间这个地方呢，也是把角磨掉。这样子了，两边就不会出现不对称的这个效果。把最后一片呢放下来。好，也是呢，从前面开始，再提高，然后呢慢慢降低。看一下两边呢，中间这个角呢都可以磨掉的。好，后部这里呢就已经结束了，可以看到了这个形状呢就是往后推动。如果呢头型偏宽或是发量偏多的，可以呢把头型呢收窄，显得这边更圆润，堆积重量呢显得呢更饱满的这个效果。好，两侧跟顶部的部分呢，取了斜往后的分区，先把长度定好，用耳后这个长度呢来做引导线，先定一个0层次的长度。也是呢，根据它的头发的自然垂落方向，很轻的拉力，从后部呢这个地方呢去连接，然后呢切口呢是轻微上扬的切口，所以还是呢前短后长。好，把顶部的头发呢按照它的自然垂落方向，继续呢0层次。好，现在另外一边呢一样，斜往后的分区。也是先把长度定好，用后部的长度呢来连接，也是呢轻微上扬的切口。好，顶部呢也是按照头发的自然垂落方向，对准这个引导线去剪切。好，两侧定好长度之后呢，我们来到刘海这个部分。我们从前面开始，从中心点斜往后的分区分到耳朵的顶部。好，先把两边的分区斜分区分到耳朵的顶部。区分好之后呢，我们设计一个刘海在鼻梁这个长度，用耳上点呢做引导线。
剪一个圆形的切口，那角度是偏低的，所以呢最后呢会偏厚重的这个刘海。好，角度呢低于45度，那切口呢偏圆形的，一样每剪一点点呢，稍微移动你的身体或是这个头膜，再轻微的降低一下我的角度。那要注意了，这边呢必须要跟这个长度去连接，所以这里呢稍微往前带，连接耳朵顶部这个长度。那这样子呢出现了一个圆弧形的切口。那接下来呢，下一片是斜往后的分区。那下一片呢，也是一个指位的提升。那第一片呢是贴了这个脸型去剪的，第二片呢一个指位提升。那你的站位站回前面，也是呢圆形的切口了，1、2、3，不要贪心剪得太多。然后呢，也是移动你的身体站位或是这个头膜。那手指呢还是跟分区平行的，所以你的手指呢还是斜的。然后呢，继续移动你的身体站位或是这个头膜。那当你剪到这个低点呢，也是慢慢降低的一个角度提升。然后呢，看一下耳顶点的这个长度，不要把它剪掉，把它呢稍微保持这个角。好，继续斜往后的分区。那看一下头发的自然垂落的方向，然后呢再提升一个指位，也是从前面开始了，剪一个弧形的切口。所以呢，从比较低角度呢慢慢提高，所以呢最后得到这个堆积重量呢还是会偏厚重，但是呢到顶部呢这个重量线就不会很明显，因为我每一片都是有一个指位的提升。好，分区呢慢慢呢会偏斜的，从比较平斜的分区慢慢呢会偏垂直的分区。看看头发的垂落点了，因为现在剪到顶区黄金点这个地方，大概头发呢是垂落在两侧的，不是前面的，所以呢我们按照它的头发的垂落方向去拉这个发片，再提升一个指位，再对准引导线去剪一个圆弧形的切口。然后再把这个角呢轻微磨掉，那就跟后部的这个圆形堆积呢就有一个很好的衔接。我把最后一片放下来，那最后一片呢，这个头发是垂落在耳后这个地方的。好，这样子呢可以看到，刘海是一个斜往后的流向，圆形的，然后呢跟后部呢有一个连接，这个圆形堆积，所以整体呢从前到后都是个圆形的堆积重量的技术还有形状。好，另外一边呢刚才已经分区分好了，那我们呢用刚才剪过的这个鼻梁这个长度呢是我的引导线，那这边呢也是要注意一下，抬高我的胳膊，手指跟分区平行，那第一片的角度跟另外一边的一样的低角度，贴了这个面部的角度比较偏低的角度，所以你的手指呢斜的，那要看一下对准这个长度，那不要平，
那如果手机变平了，很容易把这边剪短的，所以呢要保持一个45度斜的切口，低角度。如果呢你怕控制不好呢，可以先预长一点点，因为呢这边一剪平了，这边就不好看了，所以呢45度斜的切口，或是放长一点点，慢慢再把这个多余的长度再去收。那这边呢也是看到这边呢收进来，那这个长度呢不要破坏，就是我们先定好这个长度，把这个多余这个角呢现在呢切掉，那就不会容易短掉的这里。所以把这个角呢轻微磨掉一点点，这样子更容易去掌握两边的对称。好，下一片呢，平行的分区移动呢，我的分区就稍微斜一点点。那下一片呢，也是按照它的头发的自然垂落方向，第一个指位提高，保持我的手胳膊提高，移动你的身体站位，或是呢移动这个头膜。好，保持这个长度，耳朵顶部这个长度。好，分区呢，越往上越斜的，那这样子呢更好去连接顶部这个地方顶区。继续提升一个指位。那切口呢，也是把之前剪过的这个切口呢磨圆，那这样子呢显得更圆润流畅的这个切口。好，到顶点分区呢，再斜分区，更斜一点的分区。好，再提高一个指位。好，这里呢会有一个角，把这个角呢轻微磨掉，那就跟后部的一个更好的连接的这个幅度的切口。那把这个角磨掉了，前后的这个纹理呢就更流畅。好，现在呢到黄金顶这个地方开始往前带，还是根据它的头发自然垂落方向去梳头发。那把后部呢多余的这个角去掉。那把这个头发呢往下带，把多余的长度呢磨掉。那前后就有一个很好的衔接。好，现在呢两边已经结束了，可以看到呢这个圆形的堆积重量呢是从前是最短的，然后呢往后推动，那整个流向纹理流向都是往后，它可以把过宽的头型收窄，那前面呢比较短的刘海可以把比较精致的五官打开，那显得呢整个发型呢更柔美、甜美、可爱。好，现在呢整体的结构我们就剪好了，剪好之后呢，我们呢在吹风过程当中呢要注意一下，那用手排梳包着头型的方向去吹，那不要呢从下往上吹，这样子呢会吹得很蓬。那两边包着头型，前后包着头型去吹，吹顺。那吹顺之后呢，我们进行一个点剪平收。
好，现在呢吹风结束之后呢，我们呢进行一下点剪。那先从凌层次这个地方呢，用梳子来去固定这个发片，轻微呢从外线这个地方小切口去点剪，窈合这个比较厚重的这个外线。那这个点剪的弧度呢，也是要按照本身的头发的状况，然后发量偏多偏厚重的，那你点剪可以稍微偏多一点的。那如果头发比较少的、比较薄的，那你点剪的幅度呢也偏少一点。那这个外线也是要看一下，稍微呢轻微收一下这个外线，也是一个轻微的椭圆形的这个切口。颈骨以上取垂直的分区，那角度呢大概也是拉出来45度左右。可以看到这个比较干净的切口了，我们用小的切口呢点剪，那这样子就不会把这个圆形的堆积呢破坏的太厉害。那这里呢点剪呢可以深一点，可以浅一点，那按照呢本身你的客人的发量来去调整的。那耳后这里呢要小心，因为耳后这边发量偏少的，尽量呢这个发际线这个地方不要点剪太多，保持这个零层次的这个长度，那这样子就不会有一个缺口这个地方。好，另外一边呢，同样的方法，先点剪这个堆积重量的切口。因为呢都是用比较低角度去剪的，所以呢这个重量线呢比较明显，把比较干净的线条呢点剪得更柔和，这个干净的线条比较柔和，这个重量线呢就没有这么明显的这个地方，可以看到这堆积重量就融合起来。所以当你看到比较厚重的重量线的时候，把干净的切口呢点剪多几下，小的切口不需要太深，这样子的这个重量就不会破坏的太厉害。耳后这个地方也是要小心，外线呢不要点剪太多，这样子呢这边就不会容易有一个缺口。所以要多注意一些发际线，耳后的发际线的这个地方，从后部中间用点剪，那这边呢是最高这个点的，我的切口呢轻微上扬，把这个多余的这个线条了把它去掉，剪完之后呢有一个更流畅的前短后长的这些切口。好，颈骨以上就黄金点这个地方必须点剪。那可以呢把角度呢提升得更高点，因为顶部呢还是偏厚重的，提高点呢点剪呢放下来呢会显得柔和，不会太重这个地方。把顶部这个角呢轻微点剪磨圆，一直点剪到刘海。刘海呢刚才也是一个比较偏低角度的堆积重量去剪切的，这边呢也是先把这个干净的切口呢
多剪几下，显得这个刘海呢更柔和。等一会呢再去精修这个刘海的线条。刘海呢，我现在剪一个弧度，把这个脸颊骨这个地方呢稍微轻微打开一点点。要用梳子呢来轻微固定这个发片，它的弧度的线条呢，剪到了顶点这个地方先定好长度，然后再用点剪呢点出来一个圆润的弧度。比较厚重的外线从上收紧一下，显得这个边缘层次的更收紧。好，这里呢再从后往前把多余的这个不干净的线条呢收干净，去连接耳朵前面的这个角，保持这个角。这样子的这个线条呢就有一个过渡了，从圆好了后部一个圆。比如直接剪一个圆呢，就会这边呢打得太开，所以呢还是保持这个角呢来点缀一下，显得整个线条呢更立体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第二款发型已经结束了。我们利用 A 技术零层次组合圆形堆积重量。希望呢，在这个发型呢，可以帮助大家更了解 ABC 系统剪发的专业技术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